85.6%的开源模型仓库，终身下载量居然不到200次。这是 Hugging Face 发布的2026夏季开源大模型生态报告揭示的结构性变化。在296万个模型仓库里， 1.5% 的头部仓库吞噬了 99.2% 的惊人流量。这就是开源世界的真实密律，绝大多数仓库生来就在长尾里吃灰。可当大家都在卷长尾的时候，中美实验室走出了完全相反的路子。中国实验室直接跳过小模型阶段，每月最大开放模型参数上限在 754B 到 2.78T 之间。相比之下，美国实验室在2026年前7个月中，有5个月自研开放模型最大规模都低于 130B。 在开源授权上，中国 20B 以上发布中 59% 采用 Apache 2.0， 22% 采用 MIT， 而美国同等规模仅 29% 采用。但美国并不缺席，开源主力已经彻底转移到硬件厂商 AMD 和 NVIDIA， 成为发布新模型仓库最多的组织，均超过200个。这就是硬件厂商的算盘，把开源模型当成售卖 AI 算力芯片的终极证明，开辟了模型反哺硬件的商业闭环。但问题来了，几万亿参数的超大模型普通服务器怎么跑？这就靠社区量化层的爆发，将巨型权值直接压进消费级设备。2026年前7个月，声明使用 GGUF 库的仓库数量激增了 464%， 而具体到生态吸附里，千问的衍生模型仓库达到151448个，约为 Meta 总量的 2.6 倍， Llama 的 4.7 倍。在总下载量上，千问获得了约 20.45 亿次下载，而某些前沿模型组合仅录得 37M。 不过光看下载量还不够，毕竟开源生态的真正决战场在于如何把庞大的权值塞进实际业务里。面对2026年的开源格局，这份避坑清单请收好，别盲目迷信下载量，小模型重在基建跑量，超大模型全靠量化工具链托底。你要真常处理敏感文件，拿开源 Apache 协议的自己跑，反正开源不要钱。具体学哪款，完全看你手头的算力，账本怎么算。算力账本算清后，2026年开源避坑指南拿去